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肖战之后，杨紫婉拒绝了李现先群。艺人这么厉害？电视节目质量功能的位置星光熠熠 ，Angelababy、倪妮、孙俪、童瑶、杨紫、吴谨言等人都小心翼翼地看着。深邃的 V 领在艺人中非常有名，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材感到非常满意。不过，这次最大的特点是杨紫。以眼前的景象来看，杨紫应该是功臣。杨紫在瘦身方面似乎占了上风，这一次在荣誉之路上揭开了理想的肩颈线。颁奖典礼上，她身穿一袭浅色镶宝石款式的长裙，尽显理想身材，在网络上格外抢眼。更何况，杨紫在路人的镜头下也显得格外落寞，无论是右肩还是天鹅颈，都很棒。这次现场发生了一些自然的事情，或者至少，当杨紫和李现在观众面前时，杨紫的长裙显得格外别扭。李现见状帮她收拾了一下裙子，杨紫却拒绝了。这一集被曝光后，网友纷纷表示，杨紫这回想通了，艺人的架子现在这么大了。这两句话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不然，这只是为了消除一些多余的困难，并不是什么时候有人第一次在这个奇妙的功能上帮助清理荣誉通道上的裙子。昨天的微博之夜，杨紫因为肖战给她穿的衣服被肖战的粉丝吐槽，最终她上升到2个粉丝之间的挑战。根本的解释是，肖战的粉丝认为杨紫太过失礼，我宁愿不帮你撩裙子。同时，肖战的粉丝也觉得杨紫根本不知道怎么抬高，肖战也逃不过剧情，牵扯太多。眼睛，很多薄君一笑 CP 粉也因此流失了很多粉丝。既然肖战在剧中不能出场，那他凭什么出现在《陈情钟灵》？不如和王一博一起送糖。很显然，肖战和杨紫在《如果不是太麻烦，劝你一辈子》这档节目中合作过，在节目中，两人也是格外甜蜜的宠儿。然而，在节目之外，两人可以选择保持体面的分离。粉丝们在这一点上有点疯狂，仅仅是举起裙子的示范就可以造成无数的不幸，产生了特定的效果。随后，杨紫这次也有了前车之鉴，也汲取了一些重要的经验，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李现的体贴，同样可以避免最后一集的发生。男明星给女明星送裙子是分外认为很正常的事情。女明星穿着睡衣逛街很尴尬，许多男专家会为女明星送裙子作为荣誉男人，在他们的照片上工作，也和他们一起工作。艺人。然而，肖战和杨紫的情节在粉丝们的恶意假设下，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巨大的水平。杨紫现在做这也是最理想的决定。02星月对话，孟子回答可爱猪之争，杨紫暖回答保护好自己。明星专访星月对话异常温暖。本期孟子回答了喜紧张之争，杨紫爽朗回答自保。颜丹之喜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在驳斥女争霸方面有着非凡的风范。有着自己暗装的孟子，终于在这2年里引入了一个敏感期，她的人群无处不在。萌姐整体来说说得不错，自感真切懂事。孟子粗声粗气地说，我应该感谢桃花坞节目组，很幸运遇到了一群亲切的老哥们，让我有信心做最真实的自己。萌姐赞赏地补充道，这2年竟然觉得责备少了，不管我有没有被惩戒，都会有人站出来代表我，很温暖，很触动，我应该得到他们的崇拜。孟子怡表态逆袭后，职业版图已经打开，在无剧本电视剧中还参演了热播剧。无论如何，随着沉香的处女作到来，就像下脚料一样，研报的紧追不舍，让萌姐如针毡。王江月间问沉香直播，孟子一言几重大级别的空降热搜。在此期间，无数可疑的话题不断涌现，甚至有人直言不讳，推测这是孟子怡集团的一次有目的的活动。事实上，孟子怡也看到了负面评价，刚刚出手回应了喜怒无常的争论。现在的艺人都是华丽贴，在录音，他们永远不会参与其中。女子大赛套装，孟子继续补充说，
说实话，我对虐颜这个话题特别害怕，伤害同伴的事情我不会做，我的团队也不会这样做。不富裕的路人加剧了他。孟子仪心旷神怡，一贯口比脑快，不过在严雅的紧追中，他并没有马上回答。王江月同样有些震惊。事实上，孟子已经主动上前联系杨子，询问是否需要澄清。让人吃惊的是，杨子丝毫没有提示，还爽朗地回答孟子仪：“我对你有信心，如果你现在明白了，多半会受伤，保护好自己。”杨子人美心善，难怪孟子义对他赞不绝口。颜淡、芷溪剧中姐妹花继续美女贴贴。奉劝居心叵测的 YXH 不要带节奏，逢美女就艳压，真的毫无意义。孟子义要智商有颜值，平时最喜欢别人夸她漂亮。有趣的是，孟子义漂亮的热搜又一次让他心惊胆战。原来漂亮和艳压同一天登上热搜，多少有点尴尬和无语。孟子义竟说大实话，内心戳中笑点，怎么又有人要害我？说实话，孟子义颜值在线，不过为了角色，孟姐愿意素颜拍戏，甚至愿意扮丑，所以艳压真的不存在。03沉香重华，颜淡、芷溪和好，为救帝君，颜淡剑指唐周，杨子哭戏绝。无论唐周怎样表明心意，颜淡态度没有改变。他知道唐周只是应渊的历劫，等到回归天界，他还是那么只为苍生的帝君，他的心中没有情爱，所以他不会再犯傻。看到颜淡在房顶上喝酒，唐周又凑了过来，还撕下了他的睫毛许愿。颜淡气不过，也想揪唐周的睫毛，于是两人深情以对的画面来了。此时的唐周有些调皮呀，嘴角一直都是歪的。他许的愿望是颜淡像以前一样快乐，并且喜欢他，可颜淡还是说他是神仙，不能有情，你早晚都会回去的。紫菱和琳琅被坏人抓走了，目的是要唐周身上的3大神器。颜淡和唐周一起赴约，却没想到坏人化为了北冥仙君的样子，他挟持了颜淡，唐周只能交出神器，但同时也给坏人种上了同心咒。唐周已做好了与坏人同归于尽的想法，他经脉闭塞，如果先力破体，他会自爆而亡。颜淡执意要救唐周，不管于墨怎样阻拦，他都不想放弃。于墨只能将他弄晕，又将唐周送去了温泉。芷溪奉命取回神器，他无意间发现了应渊，而且看到了颜淡，颜淡也发现了天界的星辰，所以大喊芷溪的名字，两姐妹终于相见了。看着两人冰释前嫌，小编也特别感动。芷溪是真的知道错了，颜淡也是对姐姐毫无责怪之心，这就是亲姐妹。两人以后还会经历很多，希望他们不忘初心，始终如一吧。芷溪也告诉颜淡，只有唐周死了，神器的纸才会自动回到应渊的身边。得知颜淡想用自己的半颗汉淡之心救唐周后，芷溪出手了，他将颜淡困住了。坏人又发现了唐周的修罗族的图腾，他怕错杀族人，所以需要向上级禀报。芷溪化作颜淡的样子与唐周说话，他劝说他回到天庭，可唐周睁眼就知道面前女子不是颜淡，所以他不为所动，用剑指向女子。看着唐周识破了芷溪的谎言，颜淡应该是开心的。小编特别喜欢唐周，说话都是那么暖心，心爱之人不只用眼睛去看，还要用心，表白都是猝不及防。世上再无唐周，小编真是哭肿了眼睛。明明知道颜淡是为了救他，可还心痛。他用剑捅了唐周，而唐周也用行动证明甘愿为颜淡放弃性命。沉香重华，颜淡、芷溪和好，为救帝君，颜淡剑指唐周，杨子哭戏绝。真心被杨子的哭戏感染了，相信很多人也跟着他流下了眼泪。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